Every day, major events occur, and media outlets report on them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The 60O World Today team aims to provide viewers with a more in-depth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ve grasp of these events. We are committed to continuously 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our information product. We welcome you to join us and stay informed. 每天都有大事发生，各大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总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的角度。怎么迅速而不遗漏获得它们中的要点呢？今日6度团队根据权威媒体、智库和官方机构提供的信息，对此做出专业整理、分析、比较，让大家对重大事件了解更深入，掌握更完整。我们会不断升级今日6度的智能与专业性，欢迎大家收看。是什么让中国曾经强大的共青团靠边站了？南华早报：中国共青团被视为中国未来政治领导人的苗圃，自2014年以来，其影响力和政治相关性有所下降。其至高无上地位被削弱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与前总统办公厅主任有关的大规模腐败丑闻。该丑闻于2014年开始展开，最终导致2016年青年团改组。现在，与青年团有联系的官员少得多，青年团失去了在最高咨询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的专属地位。此外，他还与另一个青年团体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合并。自其主席上台以来，青年团一直被视为贵族，脱离基层，因此缺乏他认为有价值的经验。这个青年组织也被指责过于官僚和自私自利。2016年出台的新规则将联盟成员资格限制为精英学生，几十年来首次，加拿大和中国因外国干涉争端驱逐外交官。加拿大环球邮报：加拿大政府以干涉中国政治为由驱逐了中国外交官，这是几十年来首次驱逐中国外交官。为期1周的内阁级筹备工作是在预期一系列可能的报复性反应的情况下进行的。作为回应，外交官詹妮弗·林恩·拉隆德 （Jennifer Lynn Lalonde） 被中国外交部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此后下令他在5月13日之前离开该国。驱逐具有重大影响，因为中国是加拿大第2大贸易伙伴和第2大移民来源，因此看到中国政府对此举进行报复也就不足为奇了。包括总理贾斯汀·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在内的加拿大政府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寻求带头协调国际努力，以对抗中国的恶意影响。然而，政府更强硬的言论可能会为对被认为参与外国干涉的国家领导人和官员采取更多行动铺平道路。中国誓言报复欧盟对其公司的制裁。金融时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警告说，欧盟可能会对被指控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的提议进行报复。8家中国公司已被列入欧盟成员国本周讨论的新一揽子制裁措施，因为布鲁塞尔希望加强对可能部署在其他地方的两用产品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欧盟一直避免针对中国，认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它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这些提案得到了每个欧盟成员国的一致支援。喵喵钱，更多旅行，今年中国人优先考虑哪些购买？南华早报：根据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开展的第17期年度中国美丽生活调查，中国年轻人将支出集中在旅行、技术和保健品领域。近1/3的18至35岁受访者计划今年在旅游上花费更多。国内热点包括重庆、北京、厦门、上海和成都。与此同时，12%的18至25岁的受访者计划在毛茸茸的朋友身上花更多的钱。中国与各方接触寻求乌克兰停火。路透社：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证实，中国将与乌克兰战争各方保持沟通。与此同时，在评论欧盟将几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的提议时，秦说，北京坚决反对一些国家利用所谓的法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实施长臂管辖权和单边制裁。中国楼威蓝光退市新增伤患。彭博社：四川蓝光开发将成为自2020年6月以来首家从在岸证券交易所退市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该公司连续20个交易日违反规定，每股交易低于1元，触发退市，超越 Crack 控股和绿金控股。蓝光在过去1年中解雇了90%以上的员工，在此期间亏损了250亿元人民币，36亿美元。退市表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正在努力获得分析师认为高度分化的行业的资金。中国证券交易所也向 3D Land Investment 和 Oceanwide Holdings 发出了类似的警告。LinkedIn 中国退出拯救所有者微软政治悲痛。金融时报 LinkedIn 将于8月初从中国撤回其简化的求职应用程式 InCareer。尽管 LinkedIn 于2014年进入该国广受赞誉，但竞争激烈，经济疲软，耗尽了人们的兴趣。LinkedIn 在中国拥有5400万使用者，是该平台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市场。此举将有助于母公司微软在该地区的发展，因为后者准备在外国社交网络的数据安全问题引发后在中国扩张。微软自1992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开展业务，当时他在中国建立了第1个亚洲研究机构。英国正在梦游般地陷入北京市的监控噩梦。英国每日电讯在周末的伦敦皇室活动中使用面部识别摄像头被批评为专制和奥威尔式的。大都会远景使用即时面部识别摄像头代表了西半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此类行动。这项技术仍然存在很大争议，大都会 86% 的匹配被证明是虚假的，随后需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批评人士警告说，使用面部识别技术可能会导致普通法中的人身自由权受到进一步侵蚀。谢谢大家收看今日6度中国版。更多及时的新闻，请看6度世界 3w.6do.world。